萧家主，前线来报，东晋天王萧灵天、南境天王萧敬安、北境天王萧破虏，昨日与龙城全部战死。敬礼！萧家为大夏流干了最后一滴血，全国不会忘记你们，人民不会忘记你们。萧家儿郎为国捐躯，是死得其所，当该无怨无悔。萧家主，请节哀，属下告退了。唉，萧家就剩最后一根独苗，还是个傻子，可惜啊。没关系，只要你还在，我们萧家还有希望。你们来了，送你们丈夫最后一程吧。我们可不是来送葬，我们是来分家的。你们谁要这块破匾？既然如此，没用的东西还留着干什么？实话告诉你，我即将拜青鸾战神为师，执掌雄兵，权倾天下。萧家在我的手中才能重现辉煌。如今我已进入药王谷，将来掌人生死，名扬天下。萧家有我在，必将长盛不衰。我现在贵为大夏第一女总裁的义女，将来联手风云集团，萧家必将成为子级家族。你们到底要干什么？萧振国，你老了，不中用了。萧家唯一的继承人又是这么一个傻子，萧家在你们手中就只能走向灭亡。你们爷孙俩就像这块破匾，无用之就该扫出门。我萧家满门忠烈，现在他们尸骨未寒，你们就如此就……呸！我狗屁忠烈关我屁事，又不是我让他们去死的。加油！你们这些没良心的，老给不给我滚！从现在开始，萧家由我们做主。小范，你没事吧？你们这样做就不怕遭报应？天打雷劈啊！哎呀，吓死我了！不过遭报应的应该是你，你们萧家人都快死绝了，就剩这么一个傻子。连传宗接代都是问题，你们萧家绝后了！这就死了，真是晦气！走吧，免得被他的冤魂缠上。站住！萧家所有的东西都能给你们，但是我的玉佩不能给你们。这傻子好像不傻，萧家现在的一切都属于我，你一个傻子无权继承。那我呢？萧凡是萧家的继承人，而我是他的未婚妻，我有资格继承萧家家产。你也想从萧家分一杯羹？你想要什么尽管说，看在同为江城四娇的份上，我可以给你。我什么都不要，把萧斐的玉佩给他。苏玉言，你疯了！现在他们萧家彻底绝后了，是你逃离这个傻子的最好时机。苏玉言，你简直是江城四娇之耻！没有萧家，哪来的江城四娇？你确定你只要这个破烂？确定。好。
怒喜神君，贺喜神君！今日您亲率苍龙卫攻破敌人的王都，风狼朱旭因骂瀚海，完成了梦寐以求的功绩。是时候回家。干妈，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副总，干妈今天来有2件事：一是董事会决定在江城开发一块价值过100亿的地皮，你对这里比较熟悉，干妈决定把这个项目交给你全权负责。干妈，您放心，我一定把事儿办得漂漂亮亮。那另外一件事呢？通知下去，发动所有人找到这半块玉佩的主人。他是我失散多年的儿子，也是风云集团未来的掌门人。谁要是能找到他，我保证他一步登天。是玉佩，都是。你怎么了？你见过这块玉佩？没有，天底下差不多的玉佩多了去了，一定是我记错了。再说，那个傻子怎么可能是董事长的儿子？用心去找吧。好的，干妈，我一定掘地3尺，要给您找到太子爷。我要是能赢回太子爷，未来成为风云集团少夫人也说不定啊。这是上一桌客人留下的，你去吃。乖啊，我不喜欢吃肉，你要多吃点才能好起来。等发了工资，我就带你去医院。你不吃，我也不吃。哎，你吃啊。经理是发工资了吗？你还好意思要工资？之前是看你有精神资产才招你进来，看你呢，客人喝的高兴，摸你就想整了。客人就是招你，这个道理知不懂啊？啊，还有啊，你整日带着这个废物来公司里蹭吃蹭喝，我没找你要钱，就一定是天大滋味了。不去啊！呀，你们还敢偷吃肉？我们没有偷吃，这不是啊！我知道了，你是坏人，你欺负我，要捶你！哎，你个小兔子！老板，经理，不要再打了！老板，别打了，你们别打了！去你的吧！老板！老板，你怎么了？老板，你别吓我！老板，什么事儿啊？吵吵闹闹。是你，李总，你来的正好，我看到他们在公司里偷吃东西，被我当场抓住啊！我没有偷吃，那是客人吃剩下不要的。苏毅呀，真是笑死人了！你在这里当一个低贱的服务员就算了，居然还偷吃客人的剩菜。旺财，看到了吗？这些饭菜就是给狗吃，也不会给你们。喂，干嘛？我看见一块玉佩，和少爷的很像。什么？你们找到我儿子了？好，我马上过来。
干妈，你看是这个吗？没错，是我儿子的玉佩。董事长，我让人去找了，没有找到。但是您放心，少爷肯定来过这儿，玉佩都落在这儿了呢。调监控，赶快调监控！董事长，你放心，我已经让人去办了。素素，你立功了。等找到我儿子以后，我问问他有没有女朋友。如果没有女朋友，我觉得你最合适。干妈，真的吗？谢谢干妈。医生，他只是脑袋被磕了一下，怎么可能是脑癌？是啊，医生，会不会是你们医院搞错了？大夫，虽然这孩子平时有点傻，但不可能是脑癌呀。各位，咱们先别激动，现在还不能确定，需要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之后才能确定。你们谁是家属？先签字，签字之后咱们做检查。我来签，我是他女朋友。女朋友可不行，必须是病人的家属签字才行。不是，医生，可能你不了解他的情况，他这些年一直都是我照顾的。是李大夫，您就通融一下吧。真不是我不通融，主要是医院它有规定啊，而且这女朋友签字它没有法律效力啊。你们还是赶紧把病人的家属给请过来吧。医生，你等我一下。这么快就回来了？你把家属叫回来了？那赶紧让家属过来签字啊！现在我是他老婆了，来，黎山吃喜糖，我签字。该死，整整3年，这种日子究竟什么时候才是个头？3年之期一到，主人醒了。哎呀，太好了，主人终于醒了。叶玲珑，药王大人，当初看在萧家那位大人物的份上，才破例让你进了药王谷，可没想到，这整整3年过去了，你依然是学艺不精，这每日只能干一些杂活。你呀，真是一块朽木啊！不过，看在你这些年忠心耿耿的份上，我便赐你外门行走的身份。今日随我去江城，给一位大人物治病吧。遵命。终于熬出头，药王谷乃是当今圣地，就算是一条狗，那也是万人之上。3年之期已到，师傅醒了。师梦，通知下去，给我准备战机去往江城，我要第一时间去拜见你师祖。江城吗？师傅，我对江城很熟悉，我申请一同前往，仔细照顾师傅，顺便尝尝一下师祖的风采。也好，你师祖见到你肯定会很高兴。如今我已贵为金銮战神徒弟，手握重兵，权倾天下。叶玲珑、于素，你们恐怕连我的背影都看不到。医生，他情况怎么样？好消息是已经排除了肿瘤的可能性，坏消息是不能确定他什么时候能醒来。你的意思是，他将来可能一直这样啊？有可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怎么好起来呀？一家子又穷又蠢，倾家荡产去救一个废物，白花花的银子就这么浪费了。哥，大嫂，你们怎么来了？什么大嫂？真不想认你们这些穷亲戚。不过谁让林少看上了你女儿呢？林少？什么林少？妹妹啊，哥实在不想看你过这种苦日子，所以特意给外甥女找了一门好亲事啊。那个林少有钱有势，比这个废物强10000倍啊！哥，谢谢舅舅的好意，但是我跟萧凡已经结婚了。舅舅、舅妈，来吃喜糖。没有我们的同意，你竟然敢嫁给这个废物！苏建国，你瞧瞧你女人干的好事，你这个当爹的不嫌丢人，这个做舅舅的以后都颜面无光。我今天非打死他不可！我告诉你，我女儿再怎么也轮不到你们来打！我呸！苏建国，你这个老废物，还真以为自己是有钱人呢！我好心给你们一个翻身的机会，你们别不知好歹！就是，你们恐怕连婚礼都办不起了吧？活该穷一辈子！告诉你们，我苏建国就是撒狗卖钱，也绝不委屈自己的女儿。婚礼不光要办，还要办得丰丰公公，让你们所有人看着。好啊，我们拭目以待。是好歹。爷爷，今天是我跟萧凡结婚的日子。
希望你在天有灵，能够保佑小凡早日醒来。李叔，今天是言儿大喜的日子，你们什么时候过来呀？什么？来不了了？这可怎么办啊？要是一个客人都没有，哎呀哟，这么冷清啊？不会没有人愿意喝你这个姑娘的喜酒吧？呀，这难怪没人来呢！啊，就给客人吃这些东西啊，也太寒酸了吧！我家的狗都比这吃的好。如果你们是来喝喜酒的，我欢迎你们；如果你们是来看笑话，请现在离开。就让我喝这个椰子汁啊！我跟你不是一个档次，我只喝茅台。就是，你把我们赶走了，谁来吃你这破酒席啊？进门来了，公爷爷来了，外卖员爷爷来了，快递员爷爷来了。你们怎么来了？哎呀，老苏，俺听说你今天嫁闺女，特意过来喝杯酒。是啊，老苏，这么大的事儿也不吱一声啊，是不把咱们这帮工友当朋友是吧？啊，对呀。那，这家啥情况，俺们也都知道。正顾人民的心意，要不然过来白吃白喝，那多不得劲了。哎，就是。哎，老苏，是不是有人在这闹事儿啊？需要的话，兄弟们来帮忙。赶紧跟你说。哦，没事，大家找位置坐，随便坐啊。我看人家电视上那结婚不都问愿意不愿意吗？咱今天也热闹，我也想当主持人的意。好啊，中不中？中。小苏，你愿意嫁给这个男人不愿意？无论他有病没病，有钱没钱，你都会对他不离不弃，直到永远。不愿意。小老弟，俺问你，你愿意娶这个姑娘不愿意？无论她有病没病，长得好看还是磕碜，你都会对她不离不弃，直到永远。不愿意。好，精彩，真是精彩啊！差点把本少给感动哭了。林少，你可算来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林傲天林少，林少的姐姐可是认了风云集团董事长当干妈。我想在座的各位都知道风云集团吧？那可是咱们国内排第1的龙头企业，价值万亿。张定山，你果然没骗我呀！你外甥女儿长得这么漂亮。林少，不止如此，那个废物以前就是个傻子，根本就不懂男欢女爱。我那个外甥女花花大贵了。舅舅、舅妈，你们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当然是给你找个好老公了。只要你嫁给了林少，将来的荣华富贵一生无忧。是啊，你们家不就是因为这个废物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林少能看上你，是你们苏家老祖坟冒青烟了，机不可失。我再说一次，我的丈夫只有一个，那就是萧凡。至于什么荣华富贵，我会亲手去创造。没错，我苏建国就是穷死、饿死，也绝对不会卖女儿。你们家真是愚不可及，不可救药。林少，我看他们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谁要是想动小苏，俺们不答应。不答应。离我们远点，脏死了。俺们只是想脏，不像某些人心里脏。你们这些臭打工的，是想当出头鸟吗？有钱了不起啊？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有钱就是了不起，有钱就是为所欲为。谁他妈打我？等着，姐，有人打我！干妈，您马上就可以见到您朝思暮想的太子爷了。都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这孩子长成什么样了。哎呀，干妈，您这么漂亮，太子爷肯定也遗传了您这么优秀的基因。太子爷肯定也是个帅哥，而且是华国最年少多金的那个帅哥。就你最甜。该死，怎么这种关键时刻来电话？干妈，我先去接个电话。喂，我不是让你去解决那个钉子户？什么？你被打了？等着，我马上过去。
你得吃了多少的苦，我的孩子。妈，对不起你。搜搜，竟敢欺负我儿子！这些给你的全部夺回，10倍的奉还。媳妇，你说啥呀？那孩子好好的，那咋会被学校开除了呀？老板，你不能无缘无扣工资啊！这是我弟的那教育费呢。你们院要敢拒收吗？那就是草菅人命。这到底是怎么了？这就是你们打我弟弟付出的代价。切见！你们这些贱民，好大的胆子，敢打我弟弟，还不赶紧给我跪下！否则我让你们孩子上不了学，父母看不了病，就连你们也别想找到一份工作。你们这些人还不快赶紧乖乖跪下！在林小姐面前，你们跟蚂蚁没什么区别。这就是你们宠英雄得罪林少的下场。苏建国，林少的权势你也看到了，你要是再不知好歹，接下来发生什么，我可就不知道了。你放过他们，他们是无辜的。哎呦，他们落到这个下场，不还是因为你给脸不要脸吗？我弟弟看上那是你的荣幸，你还敢在这推三阻四，真当自己很高贵？你怎么能随便打人呢？啊，妈！我跟你拼了！放开我！实话告诉你，你们这个狗窝呀，占的可是风云集团价值100亿的项目。本小姐可没这么多耐心可给你们慢慢玩。今天你们这房子必须铲平。我求你不要抢了我，这里面还有你小家很多人，其中还有你的丈夫。你不说还好，你这一说，这狗窝更得拆了。来人，将这里夷为平，免为底本。快闪开啊！走开，走开！小法，一次死，找死！这他妈还是人吗？啊！这傻子哪来那么大力气啊？喂，吃饭你，给我加油门！小芬，你碰上就会死的！你都死到临头了，还在担心这个废物？他不是很牛吗？我就当着他的面上来，看他还牛不牛！放开我一人！你知道我衣服多少钱吗？把你这帮老骨头柴你都赔不起！哎呀，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当着这些人的面上来，看你还是不是这副模样！我上！我给我老婆！有本事就给我们上压过去！对啊，压过去啊！好啊，既然你们诚心求死，那就给我压过去。反正出了人命，也有风云集团给我们撑腰。林瑟瑟，你要摆平谁？干妈，这就是咱们华国的第一女总裁方以柔，真是名不虚传呐！这一身的贵气，哎呦，这派头可太大了！今日能见到方总，以后吹牛都有资本了。干妈，这是我弟弟林傲天，这些项目啊都是他负责。干妈，您就放心吧，保证今日之内完成任务。干妈，您这千金之躯，何须亲自来这穷乡僻壤啊？少爷在这里，董事长当然亲自来接。干妈，您是不是搞错了？像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少爷怎么会在这儿呢？
是啊，方总，除了一个钉子户，还有几个穷酸刁民。哎呦，少爷，方总，您认识这个废物？就是他，刚刚他带头闹事，抵抗拆迁。您休息，我帮您收拾他。傲天，你可得在方总面前好好表现。好嘞，交给我。住手！你知道他是谁吗？知道，他就是一个傻子废物吗？还能是谁呀？瞎了你的狗眼！你有眼不识泰山的东西！我现在就要让你们看看他到底是谁。太客气了。他怎么可能是风云集团太子爷？萧凡，竟是方董的儿子，风云集团的少爷。老天有眼呐，我女儿终于熬出来了。方总，你一定是搞错了，这个废物绝对不是你儿子。是啊，方董，我们啊再清楚不过了。孩子，这块玉是你的。方董，这块玉佩一直是萧凡随身携带的，怎么会在你那儿？难道你真的是萧凡的妈妈？儿子，娘终于找到你了。这么多年都为了你们照顾少爷，我在此替董事长谢谢你们，还要拜见少夫人。拜见少夫人。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他们就是一家子穷鬼。穷鬼？他们一家不会再穷了。好人有好报，这3000万是给你们的，感谢你们在少爷危难之际挺身而出。那些对我儿子好的，我方雨柔会一一的报答。小苏，你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姑娘，我一定要给你和小凡补办一次盛大的婚礼，弥补你之前所有的委屈。至于那些欺负我儿子，一个都不会放过。方总，饶命啊！我真不知道这个废，我真不知道他是您儿子。我要知道的话，给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惹他呀。妈妈，我可是你干女儿，求你就放过我一次吧。严素素，你罔顾我这些年对你的培育之恩，竟然敢欺负我儿子，你林家必定除你。通知他们的父母，邀请他们来参加我儿子的婚礼，我要他们亲眼看到林家覆灭。喂，方董，您说的是真的吗？好，好，好，今天晚上就算天塌下来，我们也一定会到场。这方董虽然认了素素做干女儿，但对我们一直都爱答不理的，怎么忽然给你打电话了？方董今晚要办一个宴会，不光是认亲宴，同时也是一场婚宴。这说明了什么？他儿子找到了。没错，找到了。而且我猜这场婚宴极有可能是为素素跟他儿子办的。素素可是他们的干女儿，不然他为什么亲自打电话邀请我们呢？这么说，咱们林家要一飞冲天了！我这就打电话通知所有人。老苏，你还是给亲戚们打个电话，让他们来参加女儿晚上的婚礼呀。有什么好请的？一帮嫌贫爱富的，吃了眼。哎呀，这回不一样了呀，咱们的亲家是方董。再说了，要是咱们家没有一个亲戚参加，会不会让方董看清咱们崩盘没面子？喂，什么？那个废物醒了，还要在5星级的风云集团酒店进全婚礼？行行行，我去还不行吗？你还真信他的鬼话？就他们家穷的连锅都揭不开了，哪能在5星级酒店办婚礼啊？二叔为了咱们家的份子钱，可真是不择手。嫁女儿都能一天嫁2回，才懒得去。看来今晚不去是不行。
因为林总在美国这酒店嫁女儿，巧的是他和林总都说自己的女婿是风云集团的太子爷。我问我要当面问问他，就凭这么一家子穷人，还能对风云集团太子看上？哦，我先去取几样东西，你先拿着药王令去见那位大人。是，药王大人。师傅消失这么多年，如今再度出山，必须要办一场盛大的升龙宴，昭告世人，顺便震慑一下周边敌国。升龙宴就由你来负责，若是办好了，师祖必然会对你刮目相看。哟，这不是要嫁给傻子的堂妹吗？这婚纱是从哪儿借来的呀？看着不便宜，你可别弄坏了，赔不起。大夫，伯母，佩佩，你们来了，请上座。是，快坐，快坐。妈，谁不知道今天是林总嫁女儿，对象是风云集团的太子爷？你在这里装饰不算，还请我们上座，想害死我们吗？在场谁不知道林总的千金林素素以及风云集团太子爷才是今晚的主角，这有什么资格请我入座？就是，像这样的场地举办一场婚礼，怎么也得上吧？更何况来这里都是有地位、有身份的人，你们什么档次？我们跟你们参加一样的婚礼？嘿，大伯我够。你什么你？你看不会是想说你今晚就要嫁给风云集团太子爷吧？萧凡就是风云集团的太子爷，你们怎么就是不信？苏玉言，你醒醒吧！风云集团太子爷，那可是未来要继承万亿家财的大人啊！你算什么东西？一个伺候了傻子3年的残花败骨。嘿，无论你们信不信，这都是事实。萧凡的妈妈就是风云集团董事长陆以柔。儿，你想害死我们吗？方董的名字也是你能提的吗？你女儿异想天开，你也跟着做春秋大梦。我这个当哥哥今天要好好管管你。打得好，你们一家子想找死，可别连累我们。要是让林总知道，佩佩进风云集团的事情可就泡汤了。现在立刻马上滚！该滚的是你们。这个废物怎么不少了？不傻又怎么样？还不是一穷二白的窝囊废物。阿林身体看起来还真有点派头，不过你这衣服不会是从哪儿偷来的、抢来的吧？你敢打我！我打你的有错。小凡，你这是自寻死路！今天可是林家嫁女儿的婚宴，你敢在这里动手打人，谁也救不了你！林家家主的婚宴？没错，林志远林总，林家可是本地的大家子，他一句话就能置于你死地。好，那就让那个什么林总来好，我就在这里。小凡，真是无知者无畏。林总的女儿，那可是认了风云集团董事长方雨柔做干妈的。你不怕林总，还能不怕风云集团？哦，原来你们说的那个林总，就是林素素他爹。你现在明白你究竟闯了多大的祸了吧？别说是林素素他爹了，就是他林素素本人来我面前，也得乖乖低头。至于你，不配参加我婚宴。来人，
把人都扔出去！我方的会议中，谁敢把我林氏人请来的个人扔出去？林总，可算来了。他们这一家子穷鬼啊，不仅抢你家女儿的风头，这个废物还不动手打人。是谁？竟然还有人敢不把我林家放在眼里？林总，就是他，他是她老公，轮椅上那个废物，就是风云集团太子爷。找死！哪来的贱货，竟然妄想跟我女儿抢男人！哎呀，志远，你看他！林志宇，林家如此嚣张跋扈，就不怕给你林家招来灭之灾吗？灭顶之灾！小子，你在开玩笑吧？今夜过后，我林家与风云集团结亲，风云集团太子爷便是我的女婿，从此我林家富平女贵，一步登天。你林家今晚不仅登不了这天，相反还会大出万丈神岳，口气倒是不小。你算个什么东西？竟敢在这冒充风云集团太子爷！你怎么断定我是冒充的？既然你们不信，那就给你女儿林素素打个电话问问，我究竟是谁。不见棺材不落泪也好，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老婆，给素素打个电话，让她跟太子爷出来见我们吧。怎么样了，林夫人？他没接电话，不过这也正常。我女儿素素呀，这会儿估计正在化妆呢。毕竟结婚这么大的事儿，那得好好准备一下啊。那是，林小姐这会儿没空，算你们走运。佩佩，咱们才是一家人，你怎么能帮着外人对付我们呢？一家人。陆建刚，你跟这伙人是什么关系？你女儿还想不想去风云集团上班了？林总，林夫人，我们可跟这一家穷鬼没有任何关系。你赶紧表个态，你还想不想要女儿的前途了？啊，现在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跟他们彻底断绝关系。快！苏建刚，我劝你想清楚再做决定。大哥，你真要这么做吗？咱们可是血浓于水的亲兄弟啊！我没你这样的亲弟，苏金刚以后没你这样的弟弟，你我老死不相往来。大哥，林总，您看这样您满意吗？您看我女儿进风云集团这件事儿，建刚，你会为你刚才的决定后悔终身的。后悔？我们只后悔没跟你们这家穷鬼早点断绝关系。既然如此，你女儿这辈子休想踏入风云集团半步。你算什么东西？林总答应的事也是你能左右的。林总一句话就能让你们一家都断绝生路。你们又断了谁的生路？风云集团董事长方雨柔到。今日是我儿子大婚之日，谁在这里喊打喊杀的？这就是市值5万亿的风云集团董事长方雨柔，这人太年轻了吧！不仅如此，他还是帝京2大家族之一的方家股权人。一介女流能走到这一步，真的太厉害了吧！方总，老二一家死定了！好在我们早就跟他们断绝了关系，现在啊，只管看好戏了。幸亏我们果断呐，等下说不定方总赞扬我们大义灭亲，说不定还提拔我们呢。方总不必动怒，只是一桩小事。黑暗进来这只小苍蝇，我真想把它捏死了。你说的苍蝇就是他们？对，就是他们。哎，亲家母，你放心，我这就将他们清理出去，保证不耽误婚礼。就是亲家母啊！你们林家几斤几两，还想跟我们方总做亲家？想得美！方总，你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这场婚宴与我林家无关？不仅如此，今夜还是你林家覆灭之日。把人给我带上来！女儿啊！方总，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这些年我对你们林家不薄，林素素这个白眼儿狼竟然敢欺负我儿子！欺负你儿子？不可能，这一定是有什么误会，一定是误会。你看，
儿子是谁？他在哪儿啊？萧凡就是我儿子。萧凡，你真是方董的儿子。老二，你可真是有个好女婿啊！相反啊，我一看你就是不一般的人。既然我们是一家人了，那佩佩工作的事儿，忘了说不说？我说你女儿苏佩这辈子没想踏入风云集团半步。不仅如此，从现在开始，林素素不再是我的干女儿，林家要为她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不要，方董，我真不知道他是你儿子啊，方董。方董啊，不知责不对呀！可活天，她一个普通人家出身的女人，怎么配得上你儿子呀？这是。对啊，方董，你们豪门大族不都讲究一个门当户对吗？这苏玉言出身卑微，根本就不够格。你们飞黄腾达就想甩掉我，看我怎么搅黄你们的好事。这很简单，那我就打造出一个豪门来。聘你的风云飞卡一张，可无限透支，持有此卡者可拥有风云集团掌门人之权。我的天呀，竟然是风云黑卡！听说拥有此卡人能让飞机掉头回去。真的吗？送子观音一座，此乃帝王翡翠所铸，为首大师呕心沥血之作，更有菩提开光，世间仅此一尊。这送子观音我只在电视里见过，没想到今天终于见到真的啦！百年瑶池雪莲一朵，生长于天山极寒之地，服用者可以强筋健骨，乃无价之宝。风云集团价值100亿，合同一份。有了这些东西，苏家就是江城顶级的豪门，我看以后谁还敢欺负他们？这怎么好意思呢？既然是妾家送的，那就收下吧。看他们赚钱比我亏钱还难受。刚才是谁让我跟老二断绝关系的？这还不够，我还要把整个风云集团送给我儿子。打开福布斯排行榜。儿子，这是妈妈送给你的礼物。这才短短几秒钟，他已经挤进前500了！不，已经前100了！不再说话的吵，他已经前10了，他已经超过比尔盖茨，他已经超过马斯克，他已经问鼎世界首富啊！恭喜少爷，你现在已经是世界首富了。小凡，原谅我好不好？我可是你嫂子，我也可以给你生孩子，给你们萧家延续香火的。可呀！你做过什么？你忘了？当年我三哥为国捐躯，吃苦为害，却恩将仇报，上门退婚，气死了我爷爷，害我萧家家破人亡。小凡，我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求你了，小凡。我若原谅，还如何去面对我哥和我爷爷的在天之灵？今夜林家立刻除名。不，萧总，我们错了，是我们有眼无珠，是我们不知死活，您就高抬贵手放了我们吧。你要是愿意放我们林家一马，我林家所有的产业拱手送上，送上。如今少爷贵为首富，怎么看得上你们林家的3瓜2枣？你们林家的钱还是留着买棺材吧。通知各大豪门联手狙击林家所有的产业。是。林素子，你可真是没出息，居然被这个废物骑到头上。叶玲珑，没错，是我。3年未见，没想到你毫无长进，居然在这个废物面前卑躬屈膝，真是丢了江城4娇的脸。你说的倒是轻松，这个废物，他现在已经继承了风云集团，已经是世界首富，我拿什么跟他抗衡？叶玲珑，我爷爷生死之仇也有你一份，你现在还敢主动送上门来？我有何不敢？当年我们就是有意上门退婚，气死你爷爷！以前你奈何不了我，现在你也一样奈何。来人，在！我说过，凡是欺负我儿子的，我会一一算清。萧凡，这就是你的底气，只会躲在女人背后，让你妈替你出头。方雨柔，或许别人会怕你背后地经方家，但我叶玲珑可不怕。不管你有什么底气，在我面前造次，但是欺负我儿子，我绝不允许。住手！
爸，你怎么来了？你身体怎么样？萧凡，这是你外公吗？家主，不管怎么样，你也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方董啊！知道他是谁吗？真婆面前而不认，方家百年基业差点毁于你手。帝都，方家家主方敬天参见药王谷传人。什么是药王谷？药王谷可是圣地，传闻药王掌握着生死人肉白骨的医术，不论什么阶级的达官显贵，都得对他敬若神明。没想到叶玲珑竟然成了药王谷的传人，这下我们有救了。啊？难道比世界首富还厉害？你掌权势，我掌生死，号令天下，谁敢不服？萧凡，你现在应该知道我的身份了吧？那你就应该明白，你的倚仗在我面前什么也不是。小凡，你不分天高地厚，触犯了药王谷的威严，现在立刻给叶小姐道歉赔罪。我要是不道歉，你敢违逆我的意思？爸，小凡他没有做错事情，为什么要让他道歉呢？好，我现在收回这个小畜生的财产所有权。爸，小凡他可是你的外孙子。闭嘴！你当年跟野人私奔，生下这个野种，我没跟你计较，你竟然瞒着我，把方家的一切都给了他，你眼中还有我这个爸爸吗？啊！爸，小凡，快叫一声外公！爸，滚蛋！我不可能认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废物。叶小姐，我现在可以当众宣布，这个废物跟我们方家没有任何关系，收回他的所有财产。爸，你起来，出兵去。姐姐，小畜生，把协议交出来吧，否则别怪我不讲情面。爸，你要执意这样做，我就离开方家。你这是要气死我！你不用说了。药王谷，你方家万亿资产，我也不在乎。你方敬天的认可，更不在乎。小凡，是妈妈没用，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妈，没关系，我真不在乎这些。阿姨，没事的，就算萧凡没有钱，我也会甘愿嫁给他的。归零了，哎呀，真是报应啊！你们家现在1毛钱都没有了，比之前还要穷。太好了，这下他们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再也不用怕他们。哎呀，方雨柔，看看你这废物儿子，没了这些呀，他不还是一个只能坐在轮椅上的废物？现在估计连这婚礼的钱都付不起了，怕是要被扫地出门了吧？叶小姐，我的方法您可否满意？可是您看我这病，药王大人说来给大人物治病，估计就是这方敬天了。我若是在药王大人来之前将他治好，药王大人肯定对我刮目相看。叶小姐，请此丹。这是赏赐你的，吃下去，保证药到病除。药到病除，我看是药到命除。我看是药到命除。萧凡，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是在咒方家主死吗？真是其心可。胡说八道！方敬天，你是不是时常白天感到寒冷，就算穿再多的衣服也无法抵御，而到了夜晚却像火烧一样，
就算泡在冰水中，也依旧燥热难耐。你是怎么知道的？你这不是病，而是中了。中此毒者，常活不过1个月。看你的面相，撑不了2个月。这我的命怎么办呢？火寒毒乃天下第一气毒，普天之下能解此毒，唯我一人。方家主，不能相信他胡说八道，他肯定是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您的病历，所以在这儿信口胡诌。他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哪懂什么医术？就是，您信他会治病，还不如信我是王母娘娘。萧凡，你可真是能吹，编造出火寒毒来哗众取宠。方老，你这不过是普通的阴阳尸体，我随手可治。就凭你手中那枚回春丹，没想到你居然知道这回春丹，那你就应该明白，这1枚回春丹价值就是100亿。什么？这1颗丹药价值100亿？回春丹我听过，据说能让人延寿3年，不知道多少大佬散尽家财想求1颗都没门路。方敬天，我问你，你是愿意信那个废，还是信我？请叶小姐吃丹。想要我赐丹也可以，但我要你把它逐出方家。爸，你不能这么做！今天是小凡大婚的日子，你要把我们赶出去以后，我们怎么办呢？爸，妖怪，只能怪你执迷不悟。你在这个野所引火烧身，今天我决定了，出现地起，把你们赶出方家，以后你和这个野种自生自灭吧。我就说嘛，跟这家子断绝关系啊，是咱们这辈子做的最明智的决定了。我看他们一家天生就是穷命，这万一家产直接就没了。妈，我保证，这些人过一会儿就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感到后悔。请叶小姐吃丹。这方家主的头发竟然变黑了，皱纹也少了。天哪，这就是回春丹的威力吗？我感觉回到了50岁的时候。感谢叶小姐赐药。废物，看到，就算是世界首富，见到也得低头。叶玲珑，你学艺不精，还打着药王谷的名声在外作威作福，若是让药王知道，会如何处置？说什么？我学艺不精？方家主现在的状态，大家有目共睹。你却说玲珑学艺不精，不觉得可笑吗？萧凡，你现在除了说大话，还会干什么呀？貌似他现在除了嘴硬，好像什么也干不了啊！一群有眼无珠的东西，他现在只是回光返照。你这个小野种，到现在还冥顽不灵，还在这儿胡说八道。方敬天，你一口一个野种，若是一会儿你的性命掌握在我这个野种手中，你又该如何？哼，我的命我掌握在你这个废物手里，我认可不活。好，这是你说的。萧凡，你质疑我，就是在质疑药王谷。你说他只不过是回光返照，那你告诉我，他还能活多久？5年？1个月？4、3、2、1。爸，你怎么样？爸，没事吧？头发又白了，皱纹也回来了，你之前还要闹10岁都不止啊！哎呀，这好端端怎么变成这样了？不可能，这不可能！回春丹包治百病，怎么会这样？这怎么回事啊？回春丹是能包治百病，但却解不了火，并且由于你那一枚回春丹强行激发了他的生命力，使得火寒毒反噬，让他的寿命大减。叶玲珑，我说你学艺不精，现在服我。一定是你胡说八道，才把方老气成这样的。不然1颗回春丹下去，他至少还能多活5、6年。你们也太不讲理了，这跟萧凡有什么关系？怎么跟他没关系？他就是伤害方家主的罪魁祸首。
你们一家都得给方家主陪葬。叶玲珑，你的医术要是有你甩锅水平一半厉害，也不至于现在变成这样。真搞不懂黄七天的老小子是怎么教。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侮辱药王大人！药王大人心灵甚深，一生名满天下，救人无数，从来没有人敢直呼他的名讳，你却敢叫药王老小子，真是服得不耐烦了。就算黄七天来到我面前，我一样叫他老小。好，等药王大人到了，我看你怎么死。还有你们，都将因为他对药王大人的不敬而陪葬。我知道你一口气了，快救命啊！救命啊！小凡，你有什么办法？快救救你外公！妈，你难道忘了他刚才是怎么对你的？他毕竟是你外公啊！好，我可以救他，但我有个条件。你说，你说，将风云集团一切权力全部移交给我妈，并且从此以后，你不得干涉我妈的任何决策。好，我答应你。去傅银针来。我去。你有把握吗？我既然出手，那就万无一失。玉气飞针？不可能，他怎么会玉气飞针？家伙不是真的会医术吧？有两下子真能吓唬住人呐！你就看，花里胡哨的，肯定没屁用。醒了，真醒了！这个废物竟然把死人救活了！多亏你救了我呀！既然醒了，那就麻烦你按照刚才的约定把合同签了。妈，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从今以后，风云集团才算真正的掌握在你手里。如果这份合同签了，他岂不是成了风云集团的太子爷？那我们在老二面前就永远抬不起头了。不行，我绝对不能让他好过。慢着，方家主，这份合同不能签。你什么意思啊？方家主，你的病又不是这小子治好的，凭什么签这份合同？你胡说什么？刚才这么多人都亲眼看着的。我看啊，是舍回春丹的药效来得晚，才让这小子得了便宜。玉小姐，你说是不是啊？不错，我确实想起来了，药王大人曾经跟我说过回春丹起效晚这件事。原来如此，萧凡，你还真是恬不知耻，竟然当着众目睽睽的面抢别人的劳动成果。可是你们刚才明明看到的是萧凡救了方家主，难道不是吗？苏玉言，我知道你马上到手的荣华富贵就要飞了，所以心里很着急。但是我劝你先别急，我只问一个问题：这个废物至今还躺在轮椅上，他凭什么能救方家主？没错，他要是真有那起死回生的本事，怎么会当那么多年傻子呢？就是叶小姐，我得的不是火寒毒吧？我追随药王大人多年，从未听说过火寒毒，定是他编造出来骗大家的。萧凡，对此你不给出个解释吗？我萧凡一生行事，何须向你解释？你是不想解释，还是被拆穿了，所以没法解释啊？方今天，看你的样子是不打算签这合同。爸，难道你还不相信小凡吗？我虽然老了，但我没糊涂。叶小姐是药王国的传人，我不相信叶小姐还能相信你吗？你看看你那副狼子野心的样子，不择手段的想夺取我方家财产。方敬天，你就这么确定你的身体已经好了？我感觉很好，
是前所未有的。好了，我好了。你看，真神奇！神医呀，真的是神医呀！难怪这颗回春丹价值100亿。我要是有钱，我恨不得也来一颗。药王谷真是名不虚传呐！方家主，看你这样子，最起码还可以再活80岁。您脉象平稳，精气神旺盛，就算活到100岁都不成问题。我本是良子之人，我现在有的一切都拜叶小姐所赐。在我的余生，我方家为叶小姐马首是瞻。那也没多久。你说什么？叶小姐说我能活100岁，你却说我活不了几岁，你这个孽障东西！萧凡，之前你不是瞎猫碰死耗子，居然还在这哗众取宠，岂不可笑？来了来了，他来了，快又倒数了。4。叶小姐，你是我说你能活到100就是100，就算阎王也不会收你。3。叶小姐，有您的话，我就放弃了。 2。孽障东西1。你还不闭嘴！救我！又被他说中了，竟然1秒都不差，要到了。难道他真的是神医？你这是为什么呢？我早就料到你会翻，所以刚才救你的时候留了一手。现在看来，我果然没做错。好啊，小凡，原来你是故意的。方家主可是你的外人，你这么做就是天大的不敬。像你这种无情无义、不忠不孝的人，就应该被天打雷劈！都给我闭嘴！你们的眼睛都瞎了！刚才他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装作没看到吗？方家主，你现在情况危急，恐怕要药王大人亲自出马才行。不用白费力气。我说过，他中的是火寒毒，普天之下能救他的只有我。方敬天，之前是看在我妈的份上，我只要你风云集团的所有权。而现在，作为对你刚才言而无信的惩罚，你不光要交出风云集团，还要退位让贤，让我妈当方家之主。你怎么做的这么绝呀？方敬天，恐怕你还没认清楚形势。我劝你不要抱任何侥幸心理，因为即便是黄天琪来了，他也救不了你。你命由我，不由天。狂妄！药王大人的医术乃当世第一，你的意思是说，药王大人的医术不如你？可以这么说，毕竟黄天琪见了我，也要尊称一声主人。药王大人地位超然，你居然敢自诩是药王大人的主人！完了，就凭这一句话，你还有你们全都完了。药王大人马上就到，你们就等死吧。放心，一切有我，不用担心。反倒是你，希望一会儿黄天琪来了，你还会像现在一样嚣张。我chết我chết啊！你天了！救我！你得救我呀！好，把我的鞋底舔干净。
士可杀不可辱啊！那你就等死。真的，我天，我天！太恶心了！我好了，我好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种医术，我简直闻所未闻。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像你这种半吊子的井底之蛙，自然不清楚其中原因。从现在开始，我恢复风云集团董事长身份，同时我也是帝京方家家主。通知方家所有合作方，全力打压林氏企业。3分钟之内，我要林氏破产。是，家主。爸，我们林家，我们林家完了！哎呀！另外，苏佩佩入职风云集团，申请立刻驳回。哎，女儿！同时，全行业封杀。要是她能够找到任何一份工作，哪怕是端盘子、洗厕所这样的工作，聘用她的企业就等着破产了。是。哎呀！女儿。玉言，我们是好姐妹啊！二叔，我们是一家人，你们劝劝方家主，他收回成命好不好？一家人？刚才你们有把我们当成一家人吗？萧凡，你这么快就开始清算，未免也太没有把我药王谷放在眼里。我说，无论什么帝京方家，还是药王谷，我通通没放在眼里。药王黄天齐到。你们好大的胆子！药王大人，您来了。药王大人果然是仙风道骨啊！药王大人医术天下第一，只要病人有一口气都能救回来，所以不知道有多少大人物都想巴结他。我们翻身的机会来了，只要叶小姐肯帮我们在药王大人面前美言两句，那我们林家就能起死回生，甚至比以前更强。萧凡，现在药王大人来了，你们风云集团又算得了什么？就凭你们刚才说的那些话，你们一家人通通都得完蛋。你又怎么知道他是来帮你？萧凡，你还真是不知死活。本来还想着陪你慢慢玩，但既然药王大人来了，你就该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哦，那我们就拭目以待。药王大人，这个废物不仅藐视药王谷的威严，还对您出言不逊。他自称是您的，是我什么？他胆大包天，自称是您的主人。那你们觉得是什么呀？谁不知道药王大人地位斐然，在您面前呀，什么风云集团那都是弹指可灭的。药王大人，这个废物仗着帝京方家的威势欺压我们，还请药王大人主持公道啊！对，我可以作证，可怜我这样的平头老百姓，他居然要封杀我，让我连一个扫厕所的工作都找不到。药王大人，事情并非如此，跟他们说的不一样。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萧凡，药王大人都已经来了，还不赶紧从你的轮椅上滚下来，给药王大人磕头赔罪！王天启，
我说我是你主人，他们不信，要不你表个态？小凡，药王大人在这里，你还冥顽不灵？就算有100条命，也不够使的。萧凡，你要是药王大人的主人呢，那我就是9天玄女下凡尘。小凡，药王威名在外，好多人都见他面情，我们得罪不起。药王大人，您大人有大量，还望不要跟犬子计较。回头我方家必备上厚礼去谢罪。赔罪太晚了，药王威严不容泄露。药王大人，叶玲珑，谁给你的勇气敢对他不敬？药王大人，你什么意思？他虽然是风云集团太子爷，但是在药王谷面前，别说是他，就算是地精方家，也不过是一只稍大点的蚂蚁呀。是啊，药王大人，在此之前，他不过就是个无权无势的废物。您何须忌惮呀？你们都说他是废物，如果他是废物，你们又是些什么东西啊？我黄天琪不光会救人，还会杀人。药王大人，叶玲珑，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他到底是谁？属下黄天琪拜见主人，奉主人之命来赴3年之约，并呈上太真丹。这不可能，他怎么可能是药王的主人？连药王大人都得给他跪啊！他真的没有吹牛，他真的是药王的主人。3年了，我等这一天等3年了。起来了！小凡，也能站起来了。总不能坐在轮椅上结婚吧？哎呀，真是太好了，真是双喜临门呐！叶玲珑，你打着我药王谷的旗号，在外边耀武扬威，欺压良善。今日我便把你驱出药王谷，以后你再敢提药王谷一个字，定斩不饶。萧凡，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再也不犯了，求求你。萧凡，只要你答应别把我逐出药王谷，我可以服侍你一辈子。我也可以，我们可以2女共侍一夫，保证让你享到齐天之乐。滚！来人，把他们给我带下去，让他们跪在酒店门口，不要！等我儿子婚礼结束后再收拾。终于清静了，亲家母，婚礼可以开始了。云之梦，是你，真是巧了，你们都在。这是什么情况？是谁把你们弄成这个德行？是萧凡。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这个废物，连他也能把你们弄得这么狼狈，看来你们也不怎么样。云之梦，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人家现在可是风云集团的太子爷，而且连药王都是他的属下，你也别得意太早。当年萧家家破人亡的是你才是主谋，我们输得一败涂地，你也会被一起清算。哼，风云集团药王，在我师祖盖世神君面前，通通都只是蝼蚁罢了。盖世神君？没错，神君回归举办的升龙宴，就是由我全权负责。看我怎么灭掉方家，踩死这个蝼蚁！爸，您找我们有什么事儿？
我叫你们两个过来是要告诉你们，明天升龙宴的事情，由你们两个代表方家去参加。升龙宴？盖世神君知道吗？是那个一人敌国，执掌苍龙卫，镇守大夏龙脉的盖世神君吗？没错，神君失踪多年，但是他的徒弟青鸾战神昨天放出消息，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升龙宴，昭告天下神君归来的消息。但是我去参加的话，会不会不太合适啊？你现在是帝京方家的儿媳妇，也是未来方家的女主人。这次升龙宴上去亮个相，能够在神君面前混个脸熟也好。这次宴会上将会聚集各方的青年才俊，被神君看上的便是鲤鱼跃门，所以才叫做升龙宴。你放心吧，神君一定会对预言另眼相看的。没那么容易，这次帝京其他3大家族也会参加，到时候竞争一定会很激烈。竞争？这次谁要能得到神君的好感，恐怕帝京的格局要变一变了。这里有方家1半的资产，我跟银行的张经理打过招呼了，你亲自去一趟，到时候在宴会上一定要送神君一份大礼。妈，或许神君对钱不感兴趣呢。你怎么知道？我猜。这么大的事情能靠猜吗？赶快去。好，遵你的命。你就骑这个破车来相亲啊？李菲菲，萧凡，老同学，好久不见啊！你现在变漂亮了。你在银行上班？萧凡，你是我的相亲对象。相亲对象？不是你搞错了，我不是来相亲的，我来这儿有事儿。你在等你相亲对象？你别装了，我真是服了，现在的媒婆怎么这么不靠谱啊？把你这种货色还介绍给我相亲啊？菲菲，你昨天不是还说搞到帝京方家太子爷的联系方式吗？今天就跟这样穷逼屌丝相亲。哎，你别说，这座驾挺别致的。来，走吧走吧。你搞什么呀？你骑这个破车过来相亲，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你真搞错了，我都说了我不是来相亲的。你骗鬼呢？是我李菲菲是很优秀，你暗恋我也很正常，但是我现在很生气，必须得请我吃一顿大餐。行，我请你吃。我的档次可是很高的，普通的餐厅我可不去，要去就去海城最顶级的西餐厅，你请得起？可以，没问题。别开玩笑了，那里的一只澳龙都要8.8万，你一个骑电动车过来相亲的穷逼，你不要卖肾请我吃饭。厉小姐，你放心吧，我有钱。我骑电动车也是因为方便不堵车。你别搞笑了，还怕堵车呢？我看你这个电动车，不会就是来送外卖的吧？李小姐，你要是这么看不起我的话，我就没话跟你说了。我来你们银行找你们张经理还有事儿。张经理，张经理今天只接待一位贵客，那就是风云集团的太子爷。你不会要说你就是风云集团的太子爷吧？是，我就是他要接待的那个。够了吗？等一下，你到底有完没完？你到底要怎么样呀？我的同事现在都误会我们俩的关系了，他们到时候肯定会四处造谣，影响我的形象。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跟你这样的一个屌丝相过亲。那你到底想怎么解决？你现在立马进银行，当着我所有同事的面，亲口跟他们说，你只是过来送外卖的，跟我没有1毛钱的关系。李小姐，你要面子，难道我就不要面子？你一个送外卖的要什么面子？你的面子值几个钱？你现在立马进去，按照我说的做。好，
那我就如你所愿。哟，菲菲，还把相亲对象带进来了，是不是要跟我们大家炫耀啊？菲菲，你可是我们银行的一枝花，你的梦想难道不是嫁给风云集团的太子爷吗？这位看着不像啊。你们阴阳怪气什么呢？这个臭屌丝只是个送外卖的，他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你跟大家说，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对，我来给大家澄清一下，我呢就是个送外卖的，跟这位李小姐没有任何关系，你们可别误会了。你们这些背后嚼舌根的人都听清楚了吧？我李菲菲只会嫁豪门，根本不会跟这种穷屌丝有任何关系。行了，这里没你什么事儿了，滚吧。你的事儿是办完，我的还没办。你一个送外卖的，能有什么事儿？我要把存在你们银行的所有钱全部转走，顺便销户。哎呦喂！我知道你很生气，可你不觉得你做这些很可笑吗？你说你一个送外卖的，卡里能有多少钱呀？销户呢？转就转呗，还想威胁我们，说的好像我们银行缺你那3瓜2枣似的。就是。把所有余额全部转出来。哎，什么情况？怎么显示转账失败呀？我这也是，转账功能好像被禁用了。张经理，张经理，银行系统好像出故障了。故障个屁呀！刚才风云集团太子爷把他所有钱全部转走了，也查不清楚什么原因，咱们就导致破产，所有人全部滚蛋吧！李菲菲，我好心好意把太子爷的账户交给你来管理，才1年的时间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怎么搞的？张经理，我不清楚啊，我现在就打电话问一下。喂，你好，我是江城银行的员工李菲菲，我是您的专人助理，那个您叫我小李就可以了。我想请问您一下，是我们的服务不够周到吗？所以你把钱全部都转出去了，请您务必告诉我们，给我们一个补救的机会。不用，你们银行那么牛逼，还会在意一个外卖员这点钱？记得把我的户型。小八，刚刚都是我的错，你原谅我好不好？我真的不知道你就是风云集团的太子爷，我们在一起吧。厉小姐，刚才已经都说清楚，你我没有半毛钱关系，你难道忘记了？刚刚我只是在考验你啊。那我通过你的考验了吗？当然通过了。但是可惜了呀，李小姐，你没通过我的考验。弟子江玉雪拜见师傅。起来吧。师傅，你终于苏醒了。这些年那些宵小之辈趁您不在，屡屡犯我边境。这些我都清楚。等我恢复实力，一定会跟他们算清楚的。你来找我是为了升龙宴吧？毕竟沈家的家主沈一石愿意奉上全部身家，只求您能在升龙宴上面提携一下他的儿子沈涛。去了。是。另外，师傅，我收了一个徒弟。你收徒弟了？是，他姓云，是个不错的苗子啊。当然，这一切还得凭师傅决断。明日升龙宴上，我见一见他，替你把把关。正好，我也想见见师娘。明日升龙宴上，我会向你师娘坦白我的身份。
那徒儿就恭候师父师娘大驾了。老婆，你紧张了？这么漂亮的女人，本少还是第一次见。萧凡，还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萧凡，没想到你真的敢来参加升龙宴。你们都敢来，我有什么？你就是萧凡，方家那个太爷。他算个屁的太子，在沈少您面前，他连一只蚂蚁都算不来。只有沈少，您才是沈家的太子。如今沈家已经攀上云都统的关系，即将把方家踩在脚下。从今往后，帝京便是沈家一家。今夜这升龙宴不是为神君准备的，那个什么云都统又是谁？萧凡，你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云师梦已经加入苍龙卫，担任都统，并且这云师梦已经拜了青鸾战神为师。这青鸾战神又是盖世神君的弟子，所以云师梦便是盖世神君的徒孙。萧凡，这次无论背后你有什么样的底牌，无论是方家还是药王，这次你都只有死路一条。你笑什么？原来是他呀！他在苍龙卫混了这么多年，才区区一个都统，真是烂鱼扶不上墙。你这不知死活的东西，敢在升龙宴上大放厥词，不想活了！你竟然胆敢冒犯云都统，跪下！要我跪，你恐怕还没这个资格。我没有资格，没错。你身后的方家之前的确能与我沈家平起平坐，但如今我沈家背后有云都统做靠山，你方家注定只能被我踩在脚下。不过，你要是愿意把你老婆送给我玩两天，说不定本公子大发慈悲，放你一条生路。哈哈哈！苏一言，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乖乖爬上沈少的床，将沈少伺候舒服了，说不定将来还能荣华富贵。是啊，跟着一个将死之人有什么出路？就算是死，我也要跟萧凡在一起。冥顽不灵，沈少，不如让他们看看你的本事。也好，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真正的权势。我知道你们之中有些人跟方家关系很好。但从现在开始，谁若胆敢再与方家有任何瓜葛，就是与我沈家为敌。我云城张家与方家恩断义绝，我云州孙家与方家恩断义绝，天海王家与方家恩断义绝。从今以后，我们与沈家把手是根。沈少，我们现在就发布一个联合声明，以表忠心。萧凡，风云集团的股价又涨。看到了吗？这就是我沈家如今的能量。苏玉言见识到了沈少的实力了，还不赶紧甩掉那个废物，弃暗投明。一声令下，就让风云集团的市值蒸发了一半。沈少真是好手。就这样，你什么意思？蝼蚁再多，也终究是……哼，升龙宴向来只邀请最顶尖的青年才俊，如今风云集团市值腰斩，你已经没有资格站着。是啊，据我所知，方家好像没有受邀参加今天的升龙宴吧？你们该不会是混进来的吧？连请柬都没有吧？怎么，升龙宴也邀请了你们？睁大你的狗眼看好，这可是白金请柬。哎，沈某不才，只拿到了区区的紫金请帖。
这白金请帖已经够尊贵了，没想到我还能亲眼看到这紫金请帖，真是大开眼界了呀！萧凡，你现在知道我们之间的差距了吗？还不赶紧滚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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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夹着尾巴滚蛋，说不准还能留个体面，不然等云都统来了，你就是想走也走不了。小凡，要不我们走吧？放心，今天没有任何人能赶我走，就算是云师梦来，也得向我低头。狂妄！你竟敢直呼云都统名讳！小凡，你真当苍龙卫吃素的？你没有请柬混进升龙宴本就是死罪，现在更是对云都统出言不逊，那便是没有把青鸾战神放在眼里，更没有把神君放在眼里。这样的罪过，请问是什么下场？毒气就毒，毒气就毒，毒气就毒。谁说我没邀请函？区区一张紫金请帖就让你们惊为天人，不知我拿出这龙鸣帖，你们又该如何应对？如果让青鸾战神知道你们要将他最尊贵的客人赶出去，你们又会是什么下场？不可能！你这个请帖一定是假的。萧凡，你造假也不用点心。这个升龙宴上从来没有什么金色请帖，最高级的只有沈少手中的紫金请帖。你当大家都是傻子，以为弄一个假请帖就能蒙混过关？我手中这张龙鸣帖，乃是你们口中的青鸾战神亲自送给我。你们若觉得是假的，不如去向他求证一下。我没听错吧？你说这请帖是青鸾战神亲自送去的？萧凡，你怕不是在开玩笑吧？青鸾战神何等神，其地位仅次于神主大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算什么东西？也配青鸾战神亲自给你送请帖？就算是沈少，也没这个待遇吧？就是。难道你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盖世神君？这是你今晚唯一说对的一句话。不错，我就是你们口中的盖世神君。究竟是谁活得不耐烦了，敢在这里冒充神君大人？云都统，你来的正好，这废物找死，在这堂而皇之的冒充神君大人，擅闯升龙宴，你们是活腻了。我们没有擅闯，我们有请帖的。本次升龙宴最高宴会的请柬，便是沈少手中的紫金帖。至于这张请柬，我从未见到。果然啊，一下就被拆穿。云师母，你都没有打开看看，你怎么知道这张请帖是假的？凭我是苍龙卫都统，我说它是假，那它就是假。云都统，您真是慧眼如炬，这废物妄想蒙混过关，撞您枪口上。萧凡伪造请柬，冒充神君，该当何罪？当然是死罪，建议就地正法。今日神君大人出山，不宜践行。云都统，有些事儿您不方便做，就由我来代劳。好，萧凡，今天都统在这儿，我看你还怎么想着？你老婆是我的啦！你敢打我！萧凡，你放肆！当众连殴打神君都给克！他胆敢玷污我老婆，凭什么不能动手？凭他沈家将得到苍龙卫的庇佑，凭我师祖是神君。就凭你这种人，也能在苍龙卫中担任都统？看来苍龙卫是需要好好整顿一下。你个废物，死到临头还敢大放厥词！云都统，不然您现在下令让苍龙卫抓住他，再将方家满门抄斩。我看谁敢！拜见主人，您没事吧？就凭他还那狗人，你就是药王黄天启，我就是。你要动我的主人，就是和我药王谷为敌。与你药王谷为敌，那又如何？那就得罪了。
属下无能，不是他的对手。无妨，你一身钻研医术，武道本来就不是你所擅长的，而他却是宗师境。没想到你居然知道宗师境。宗师境是传闻武道宗师能以一敌百，所向披靡，难怪云师梦年纪轻轻就有着苍龙卫的都统。那神主是什么境界？神境，我距离神境还很遥远，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也能到达神境，并且与神君并立无颠。至于什么狗屁方子、药王，待我得到神君认可之后，通通都只是蝼蚁。那我现在就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云师梦永远不会得到神君的认可。萧凡，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人。我现在便以苍龙卫的名义，向此人下达全球诛杀令。萧凡，从此刻起，你将举世为敌。萧凡，还不赶紧跪下，乖乖服猪！等你死后，我会好好替你照顾你。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人想要我的命。你得罪了云都统，就是得罪了苍龙卫大夏，再无你立足之地。我现在就坐在这，看谁敢取我的性命！放肆！这可是神君宝座，象征着无比尊贵的地位，是你这个废物能做的。神君宝座不可亵渎，还不赶紧给我滚下来！萧凡，你快起来，这不是你能坐的位置。不过，就算他现在乖乖下来也晚，等神君大人来，必诛他九族，你苏家也跑不了。云都统，此人玷污神君宝座，请您将其拿下，问罪。萧凡，我最后给你一次活命的机会，滚下来！我若说不，找死！这不可能，云都统可是宗师境啊！就这点水平，还妄想让神君对你刮目相看，真搞不懂秦鸾怎么会收你这样的公子。云都统拿不下了，这小子流量小。都统大人，你可不能再放水，赶紧让他滚下来！刚才我不想冒出人命，并未使出全力。不过既然你一心找死，那我便成全你。青鸾战神到！拜见青鸾战神，天佑我大夏，五运昌隆。师傅，起来吧。云师梦，我让你来拜见你师祖，这么拜见的？禀告师傅，此人胆大包天，他竟然敢霸占神主的位置，我就是为了出手惩治他，所以才……青鸾大人都是这个废物，大闹生龙宴，还对您出言不逊，所以都统大人这才出手制裁他。没错，在场大家都可以作证，我们都能作证。跪下！萧凡，还不跪下！我刚才没有对你出手用全力，现在青鸾大人在此，你还是这副态度，那没人能保得了你。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他让跪的人不是我？还在死鸭子嘴，不是让你下跪，难道是让我下跪不成？云师梦，在跪下！师傅，你是不是搞错了？明明是这个废物他……云师梦，你真是有眼无珠，知不知道刚才口中所说的废物，就是我让你来拜见的师祖。风迎神君出山！恭迎神君出山！恭迎神君出山！什么？他真的是盖世神君？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之前不过是一个傻子，怎么可能摇身一变变成高高在上的盖世神君呢？完了，我得罪了神君，我神家彻底。萧凡，你真的是盖世神君？无论我是什么身份，我对你的真心永远也不变。不可能，师傅，你在骗我对不对？他怎么可能是盖世神君呢？你知道该怎么做。我的手！哎呀，逆徒云师梦，欺师灭祖，天理不容！现废你修为，逐出师门！
另外，林家、叶家、沈家以及刚才所有对神君不敬者，统统打入天牢，听候发落。小凡，小凡，我们错了，我们知道错了，你放过我们，小凡。神君，你放过我们吧，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小凡，真的忍心这么做吗？小凡，小凡，你别走，小凡。大夏需要你，我跟孩子会在家等你的。等我平定边疆回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